数百艘油轮滞留观望，石油船只被击中起火，国际油价应声剧烈波动。美国试图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可是伊朗找到了这样一个新的像核武器一样杀伤力的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锁。蝴蝶效应蔓延全球，限电停工，排队加油，通货膨胀一触即发，经济危机山雨欲来，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成为战争武器，世界会发生什么？ This war shows, even in the first week, virtually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affected by it. 推迟访华，进退两难，特朗普是否深陷中东泥潭？ Build up some delayed courage, go to the strait and just take it. 作弊上官，调停斡旋，中国的应对又意味着什么？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s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kind of tolling system that would bring in a lot of money into Iran and at the expense, of course, of everybody who is using the strait. 本期世界大解说为你解析正在展开中的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和它背后的深层美中博弈。世界能源供应的心脏中东波斯湾正在被一点点掐住，这里拥有全球近60%石油和40%天然气储量，而连接波斯湾与外海的唯一通道就是狭窄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地球上最繁忙的水路之一，被称为世界油阀，每天有2000万桶原油经过，承担着全球将近1/4的能源运输，其中大部分运往亚洲，尤其是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有30多公里，能够通行重型船只的深海国际航道更处于伊朗海岸10公里的极窄范围内，被形象地称为贴着鼻子行驶。在冲突持续的1个多月里，这条航道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封锁，伊朗在周边部署了大量岸基反舰导弹、无人机和快艇，从美军大型舰艇到商用油轮都不敢轻易通过，名副其实的波斯湾咽喉已被牢牢扼住。以前中东的冲击从来没有正式的封锁过霍尔木斯海峡，但是这次伊朗拿出了这样一个杀手锏，我认为这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新的武器。其他替代绕行管道，无论是穿越沙特内陆再从红海上船，还是在阿联酋陆路运输直接进入阿曼湾，都仅能承担霍尔木兹海峡零头的运输量，且依然危险重重。作为全球油气资源最富集的沉积盆地，几乎唯一的出口，这里一旦受阻，如同阀门关闭，中东能源就像被堵在瓶口，足以让全球供应链失灵。果然，国际油价应声暴涨，从战争爆发前一天2月27日的大约70美元，一度触及每桶119美元的天价。而伊朗警告将对美国和以色列发动连续攻击，并阻止任何石油从波斯湾外运，扬言会将油价推高到每桶200美元，影响迅速蔓延全球。从纽约到伦敦，从新加坡到上海的每一个加油站无不受到波及。国际能源署警告，这将是全球石油市场历史上最严重的供应中断之一。为了应对冲击，国际能源署成员国与7国集团同意释放约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远超俄乌战争爆发后2022年分2次释放的1亿8200万桶。全球的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工业化，非常需要能源。以前以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主要是供给跟需求。可是在未来，我们这个定价的因素中间加入了一个国际地缘政治风险的溢价，很难把控，很难把握。亚洲作为霍尔木兹海峡近80%能源运输的目的地，承受的冲击最为直接，工作时间缩短、路灯关闭、加油站被迫停业等等屡见不鲜。其中韩国在3月下旬宣布进入危机模式，成立应急经济工作组，以应对不利局面。菲律宾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警告能源供应面临严重短缺的风险，供应冲击正逐步波及整体经济。日本宣布正全面评估石油相关产品的供应链安全。印度总理莫迪也警告，这场冲突可能给印度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This war shows is that
even in the first week, virtually every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is affected by it. So it shows how interdependent we really are. I think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is not a World War III, but it's a broad and almost unending conflict in the Middle East. And so the impact on the world economy will be very great. It will be oil, obviously, first of all. It's fertilizer, which requires petroleum. So food crisis. 3月下旬，这段据称由伊朗发布的动画在社交媒体上被疯狂传播，火力十足，嘲讽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派军舰护航霍尔木兹海峡，却无力付诸实施。其中原因或许在于，对美国而言，护航并不简单。早在1980年代两伊战争时期，美军军舰就曾在此触雷，并被导弹击中，造成伤亡。更近的例子是2023年在红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击沉美欧护航联军船只，行动成本超过10亿美元。如今，面对装备水雷、导弹、无人机及快艇狼群战术的伊朗，军事专家估计，至少需10余艘驱逐舰，并配合战机、无人机与扫雷行动，才能勉强维持安全。这也导致2月底一声令下对伊朗发动空袭，并成功斩首伊朗最高领袖的特朗普态度不断转变，从起初信心满满能速战速决，到屡次对战争目标改口，直至寻求双边谈判。特朗普认为他会短时间的解决这个问题，当时的判断有2个方面，一个是美国和以色列具有强大的军事能力。第二呢，伊朗内部会出现了反对派的这样一个示威，有反对的声音。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有了一个向美国甚至向全世界要挟的这样一个有力的工具，因为全世界需要石油，全世界需要发展，全世界都面对通货膨胀。那么如果通货膨胀控制不住的话，生产经济活动受到影响的话，每个国家的政权都不会稳定。美伊两国对立可追溯至1953年，美英情报机构策划并支持推翻伊朗民族主义首相摩萨台的政变，以及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转变为反西方的神权国家，随即爆发劫持美国使馆工作人员444天的人质危机事件。双方自此长期对峙，此后数十年间，围绕制裁、地区冲突与核问题反复博弈，敌意不断加深。从今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开展对伊朗实施狂怒军事行动开始，特朗普就对北约等传统盟友作弊上官的冷淡态度十分不满。随着伊朗大举反击中东域内的美军基地以及以色列本土，使得多个海湾邻国遭到波及，并进一步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特朗普又一度喊话，希望中国、法国、日本、韩国、英国以及其他受到霍尔木兹海峡战事影响的国家能够派遣军舰前往护航。4月2日，特朗普发表战争爆发以来首次黄金时段讲话，宣称美国已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再次敦促其他国家展现勇气，守护海峡。The countries of the world that do receive oil through the Hormuz Strait must take care of that passage, build up some delayed courage. Should have done it before, should have done it with us as we asked. Go to the strait and just take it, protect it. 中国是伊朗在国际社会为数不多的重要伙伴。当前，伊朗90%的石油销往中国，而在中国的原油进口中，过半来自中东，其中13%来自伊朗。2021年，中伊还曾签署一项为期25年、总额4000亿美元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旨在强化经济与安全联系。但由于德黑兰担心北京影响力损害其主权与独立性，加上自身政策反复，这些项目大多未能落地。在2月底战争爆发后，中国外交部措辞最强硬的发声，仅是谴责伊朗最高领袖遇害，显示中国试图在伊朗与海湾国家之间维系平衡，并适度保持距离。主权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石，我们主张伊朗以及海湾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不容侵犯。
在伊朗发布的动画中，飘扬着中国5星红旗的邮轮顺利通行的画面格外引人注目。现实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3月底证实，中方有3艘船舶率先顺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For China, securing Iranian oil shipments has been one of the top prioriti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bviously has negotiated with Tehran to get approval for their container ships to sail safely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first container ships that came through were Chinese. 与此同时，伊朗议会在3月底批准了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通行收费制度，计划以本国货币里亚尔征收买路钱，同时限制美国、以色列及参与对伊朗制裁的国家的船只通行。这项方案一旦落实，预计每年可为伊朗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收入，也会对全球能源供应、航运安全及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因为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开，什么时候你关，以及你的通行的要价到底有多大，这个就对石油价格和航运的未来的预期造成一个巨大的扰乱。在过去我们世界，我们的经济运行主要是靠供给跟需求的这样一个市场的力量，在未来我认为这是个分水岭，国际地缘政治可能会成为一个主导我们世界、我们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性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China's supply lines go through the Straits of Hormuz. Even more, they go through the Straits of Malacca. And so China, in certain ways, is very vulnerable. And as long as it's an energy-dependent world, I mean a petroleum-dependent world, it kind of illustrates China's vulnerabilities. 在保持克制近1个月后，中国终于出手，与巴基斯坦联合就中东冲突提出5点倡议，核心为1停、2谈、3确保。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尽快开启和谈，确保非军事目标安全，确保航道安全，确保联合国宪章的首要地位。I interpret that as a signal to Iran that Beijing does not want to se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kind of tolling system that would bring in a lot of money into Iran and at the expense, of course, of everybody who is using the strait, including China. So there was no direct criticism of Iran, but I think the call for restoring normal passage suggests that China hopes that the status quo ante can return to the Strait of Hormuz. 事实上，特朗普原本应该在3月底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历史性会谈。但眼看中东泥潭难以轻易脱身，他将这场备受瞩目的习特会推迟到了5月中旬。过去20余年来，数任美国总统都在上任时誓言会重点关注印太地区，尤其集中资源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然而最终都被其他区域转移了注意力，大多时候这个掣肘都是美国一直希望摆脱的老朋友中东，这次依然不例外。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prioritized in it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both the Western Hemisphere and the Indo-Pacific. The Middle East really did not get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o I think that there are definitely some U.S. Partners and allies who wor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get distracted, get bogged down potentially in another war in the Middle East. 今年11月，美国即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曾在竞选时对支持者一再承诺“美国优先，远离外部战争，不当世界警察”的特朗普，处境颇为尴尬。If you ask Americans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ir lives right now, it'll be affordability 10 times more than it will be Iran or any foreign policy situation. So it's very powerful politically, and it means that Trump has to pay attention to it. 美国在中东进退维谷，美中关系相对缓和，这场危机会不会成为中国的机会？有观点认为，全球通胀背景下，中国凭借价廉物美的制造业优势，出口竞争力反而上升，有机会扩大市场，对冲美国贸易保护的冲击。
同时，各国加速能源转型，为中国在光伏和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扩大产业链布局与对外投资提供机遇。外部压力也将倒逼低效企业清盘离场，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这次美国伊朗战争，大量的动用人工智能这种无人机这种先进的这种制造业的产品，这个肯定会使得中国在高科技领域会下更大的决心。用中国的话就发展新质生产力。But it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U.S. and China to do something together. In some ways, I think their interests are quite a bit aligned, even if they seem competitive. 关键时刻，局势突然降温。特朗普4月7日宣布暂停对伊军事行动2周，伊朗随后回应有条件接受停火协议，并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2周。双方还计划于4月10日展开为期2周的谈判。国际油价应声一度暴跌近20%，这一系列动作使持续升级的冲突进入短暂缓和期，但能否转化为长期协议仍有待观察。在地缘政治与全球经济深度交织的时代，霍尔木兹海峡不只是中东的咽喉，更成了一面映照世界秩序变局的镜子。能源成为武器，海峡变作筹码，危机或许只是开始。